这一期视频的文案从几年前就开始写了，当时完成度已经将近70%，但是由于那时圈里边有太注重这些东西，以及也没有如今这么出圈的太多抄袭、复制、盗用，因此获利的案例，所以到最后没做出来。而近些年，随着某些媒体、某些游戏兽装的热度也逐渐出圈，让更多人熟知，不管在他们眼里是网红的道具，还是用来赚钱的工具，都不难理解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，但是纯手工定制的属性让兽装低产、供不应求，因此也会有许多商家应运而生，去跟风量产，甚至是抄袭售卖。我观察了几个盗版商家后，也发现他们的销量并不低。作为养活一工作室的人，在商家的眼里，好看的兽装在他们看来，不过就像 cosplay 一样，像是把动漫或者游戏里的角色做出来没什么两样。商家法律意识淡薄，评论区自然也会有很多观众去指责商家抄袭侵权，也会有观众说我的设定有版权啊，不怕商家抄袭，尽管往我头上来吧。类似的评论看到不少了，有法律意识是好事儿，有维权的意识更是好事儿。但如果真的抄到你头上，是商家把你的设定抄过去当兽装卖也好，还是别的网友把你的兽设当头像拿过去盗用也好，你真的会不怕麻烦，先去举证采集证据，再去找律师，然后再写诉状，等待立案审查，再等待开庭审理吗？先不说这过程要花多少精力多少钱，你的时间你的精力远比明面上花的钱还要值钱。好的，如果你有大把的闲工夫，也不怕麻烦，想跟商家或者盗用你头像又或者设定的网友硬刚到底，那么你该如何去举证，去向法院证明他们抄袭复制了原本属于你的东西呢？作品登记证书，我相信这是大部分观众脑海里会浮现的第一想法，但是在我自费咨询了4个律师后，总结就是有用，但不一定有用。那么本次视频我将向你解释版权证书能保护你的合法权益的范围，以及该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设定 IP。 下面内容会涉及一些法律条款，如果有说错的地方，也欢迎法学系的观众在弹幕或评论区纠正。大家口中的版权登记证书，在法律上的解释是作品著作权登记，但是就算作品不登记，没有这份所谓的作品登记证书，依据著作权法，你的作品依旧是受法律保护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1章第2条规定，中国公民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，不论是否发表，都享有著作权。还有《作品自愿登记施行办法》第2条，作品实行自愿登记，不论是否登记，作者和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。这就意味着著作权是自动产生的，与作品是否进行版权登记无关。作品一旦完成，作者就拥有了对其作品的著作权，无需任何登记手续。虽然著作权是自动产生的，但版权登记可以作为权利归属的初步证明。所以如果发生侵权纠纷，版权登记证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证明你的兽设属于你。注意我说的是一定范围内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兽设的版权证书，作品类别大概率是美术，所以如果产生侵权纠纷，严格意义上法律只会保护这张美术作品及衍生的美术作品。考虑到观众群体偏年轻化，所以我用大白话再复述一遍，你的设定只要画出来，就算不去进行版权登记，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如果被侵权，你照样可以去起诉，但是肯定就要提交这个设定属于你的一些证明，比如绘画过程、PSD 文件等等。可一旦拥有版权登记证书，被侵权想去起诉就方便多了，可以直接提交版权登记证书，当做法庭上最直接的证据，这能省下很多举证的成本。但是版权证明保护了你登记的这张兽设3视图，那么你没有登记版权证明的兽设长稿又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上面说了，法律也会保护这张美术作品衍生的美术作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兽设申请了版权，那么依照你兽设画的其他长稿也是受法律保护的。这儿我就举个亲身的例子，我发现了第三方平台售卖以我设定为形象的抱枕获利。虽然我不知道那些商家的抱枕图是怎么来的，但未经过我，也就是著作权人的许可，根据著作权法第2章第10条的规定，已经侵犯了我作为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、复制权和发行权。而断定他侵权的证明，是因为他把我的设定图的衍生美术作品，也就是这张图印在了抱枕上。虽然日后我向平台的知识产权部门提交了申诉，但平台给我驳回了，原因是我登记的作品和他侵权印在抱枕上的美术作品不一样。扯淡，但是合理。我也去咨询了律师，律师的看法是，这是平台的审核机制问题，
不代表法律不支持原创作者。实际起诉时，法庭更关注作品的整体相似度，而不是机械的比较图片是否一模一样。但是在律师看来，这个美术作品形象很明显就是从登记的形象衍生而来，如果要去起诉，很大概率会赢。可问题就在这儿了，平台不管，我也完全可以依据著作权法的第52和第53条去起诉他。但是我真的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大动干戈起诉无良商家吗？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取证完了，律师也找了，诉状也写好了，法院的传票刚到商家手里，他肯定就会光速把报纸向人家道歉，就算追究责任，到最后也赔不了多少。费如此大的精力，有必要吗？大家也可以在内心问一下自己啊，你被侵权了，真会拿着版权证书大费周章的起诉对面吗？果断含量，这侵权广告都打到 B 站上，怼脸开大了，最后结果呢，还是不了了之了。到这还要额外补充一句，衍生作品受保护，但是在法律上界定是很模糊的，也比较有争议。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近似和混淆的可能性。画师的长稿要是画得很烂，一点也不像，你觉得那是你自己，但大多数人不这么觉得，可能就不受保护了。所以如果衍生作品缺乏与原作品的相似性，可能会被认定不构成侵权。而如果你有大把的长稿，当然模板除外，想全部保护，也是可以基于同个元素的多个作品进行系列版权登记的。同一个设计元素也可以申请系列外观专利。如果要这样做，就要注意所有的原创过程的证据保留比如草图保留，整个图样从线条到成型整个设计过程保留，创作完成时间也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固定日期、创意说明等等。其次，版权登记是分地方级和国家级的，地方级会以省的简称去标注，并有当地省市的版权局盖章，比如我的山东就是鲁字号开头。而如果是国家级的，则是国字开头形式的，并加盖国家版权局的章。法律上讲，无论是国家版权局还是地方版权局登记的版权，国家都给予相同的认可度和保护力度。然而在实际维权中，由于涉及地方部门的利益，有可能只是有可能会出现地方登记的版权不被另一个地方承认，或者会跟你扯皮。当然这种概率很小，而国家版权则可以在各地得到承认。至于怎么申请，这也不赘述了。无论是同一作品元素的系列版权登记，还是正常的单作品登记，抖音、B 站一搜教程都一大把，嫌麻烦也可以去万能的某宝上直接搜。接下来则说一说近些年出现最多的盗版受装。很多观众都在盗版受装视频下面留言说自有版权不怕被抄。这个问题我同样先后咨询了那4位律师，答复是，如果做得很像，明显能看出来算是你作品的衍生，那么构成侵权。但如果取证起诉很难。严格意义上，版权证书上写着美术作品，受装当然也算是受者产生出来的相关衍生美术作品。而维权的过程中，因为版权登记形式审查，所以对原创过程审查要求也比较高，比如创意说明、整个原创过程证明等等。因此实践中，如果原创证据不够的情况下，可以考虑申请外观专利弥补这个缺陷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去国家专利网站给受摄或者受装申请外观专利。当你的专利申请成功后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以你受摄开发出来的一切周边，大到受装，小到吧唧钥匙扣、头像长稿，只要有人抄袭、盗版、复制，都在外观专利的保护范围内。申请专利的难度要比申请版权难得多。受摄，也就是你的角色 IP， 完全可以去申请外观专利，但是不一定能申请成功，且申请的过程也非常繁琐和麻烦，找淘宝商家申请的价格也不低。可是现在盗版受装做的又丑又抽象，你觉得像你的受摄外观，法院都不一定觉得像。到这儿肯定有人问，那么申请专利和申请版权哪个更厉害呢？如果专利申请成功了，版权证书是不是就没什么用了？实则不然，刚已经阐述过了，著作权是在你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就自动拥有，所谓的版权登记证书，则是在造成著作权纠纷的时候，能更方便的为解决纠纷提供初步的证据。说简单点，就是著作权的实体承载形式，有没有这个证书，你都一样拥有受摄的著作权。而外观专利，则需要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文件，在审批后才可以取得专利。当你取得了外观设计专利，其他人不得制造销售该外观设计所保护的产品。但如果你的设定同时拥有了外观专利和版权证书，也是可以从外观和版权两个层面对你设定进行保护的。所以说到现在，我相信大家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个人看法
版权登记证书防君子，但不防小人。正所谓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外观专利呢，有很大概率申请不下来，而在圈子里最看重的就是原创设计，这些在商家眼里不过是能火的网红外观罢了。所以还是我中间提到的那个问题，如果你们的设定被无良商家复制，甚至做成收藏进行售卖获利，你们在只有版权证书的情况下会怎么去做？是选择走起诉程序硬刚到底，还是后台追两句商家就完事儿呢？其实无论是版权登记还是外观专利，归根结底，这些工具的存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创作心血不被肆意抄袭和盗版。但工具始终只是工具，真正的力量来源于我们对原创的坚持和对创作文化价值的认同。在这个信息高速流通的时代，抄袭、盗版还有商业化的目的虽然层出不穷，但原创的价值却是无可替代的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版权证书或者专利权，而是对自己作品的尊重，对创作精神的坚守，以及对不良行为说不的勇气。法律是我们的后盾，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对原创作品的支持和对剽窃行为的抵制。所以，无论你是创作者还是观众，都可以从今天开始，尝试让自己成为原创保护的推动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制作不易，无案自述跟我的科目论文差不多了。如果有帮到你，试试2个币，再不济给个点赞也可以吧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